靓仔，你在干嘛？在哪儿？阿公来了，快跑！有钱不去北上广，落难必闯防城港。防城港这座城市靠海，守着边关，对面就是越南。因为位置实在太方便，这里的海上走私就像海上的浪，怎么也压不平。这边的海面上有一种船，从来不钓鱼，船屁股上焊着6台发动机，当地人管它叫大飞，主打一个贴地飞行。你绝对想象不到，黑灯瞎火躲避海警，运的并不是什么金条或者高科技，是猪脚。当然，除了这些乱七八糟的，防城港给我的第一印象竟然是出奇的干净。哇，今天比昨天好看今天稍微出了点太阳。有太阳和没太阳真是不一样。是宽敞的马路，成排的热带植物，海风顺着车窗灌进来，确实挺心旷神怡。我感觉我们每次出门都特别惨，要不就是天气不好，然后这一次又赶上这个大风，然后现在无人机也飞不了了，这一期肯定就是很平了，是吧？有拉中之拉。这个都能媲美我们之前在深圳经历的那个台风了。你看这个交通灯都摇摇欲坠了。天真不错，今天的天。走在防城港的街道上，高楼林立，但很多都是空的。很多人说海鲜和房子是防城港的2大廉价物，这倒是一句大实话。街上根本看不到那种急匆匆赶去打卡的脚步，零星散落的几个人还都是游客，只有进入商业区人才多了起来。哇，这有好多榴莲，看这堆成山了，18还挺划算的感觉。68，这个108。68。108。你这68怎么吃也不亏，感觉。对。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开的那盒榴莲了，它花68，你们觉得划算吗？我觉得还挺划算的，因为我是从深圳过来的，深圳超市这些肯定得过100了，不可能68能买下来。品质很好，很甜。干包是不是就是那种贼难吃的那种？干包熟的就是有点像香蕉那种，这个有点像水了吧唧的香蕉。感觉这边消费其实还是挺低的，不高。才68能买这么多榴莲。这里的房价超级便宜，20-30万就可以拥有1线海景房。28万海景房，要不到这儿养老吧？就凭着跌破眼镜的房价和全海景生态，防城港直接成了北方大爷大妈们的冬季候鸟快乐老家。街上溜达着全国各地的车牌，还有一排排的房车。这边有超多这种直接住在车里的，这是自制房车吧，相当于。真的是边走边旅行。而且在海边也经常遇见这种一排一排房车停在那里。你不得不佩服这帮银发老人的市场嗅觉，他们比任何互联网大数据都精准，只要他们扎堆的地方，绝对物美价廉，绝不花1分冤枉钱。这个是网上说很好吃的一个 LG 茶档，但我现在不太方便喝港奶，所以我准备喝一个温和点的东西。看着菜单上的标价，说真的，这物价要是搁深圳，不得翻个2-3倍，老板都不好意思跟你们打招呼。要一个萝卜干煎蛋。怎么样？这个。防城港人对海鲜的执念是从吃早餐开始的。我们钻进一家不起眼的小店，店面不大，人却挤得川流不息。老板利索地把螃蟹、鲜虾、沙虫，还有好几种我根本叫不上名字的海物，都汇聚成这一碗掀掉眉毛的大杂烩。我觉得我这碗粥真的量挺大的。这就是那个沙虫吗？当博主有非常强的心理能力。没什么特别的味道。有点那种奇怪的那种鲜腥味儿。好胖啊！这种简单粗暴的海陆双拼，吃的就是一个生猛。看我们从下面走上来，走了也就走5分钟吧，就走到顶了，还好不是特别累，就是有点小喘。然后走上来就是一个仙人阁。防城港有个仙人山，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。山并不高，海拔高度不到200米，山上绿树葱茏，
也就相当于爬个几十层楼，但这小土包已经是整个市区的制高点了。山顶处着一座7层的仿清建筑，就是这个阁了。哇，这在我手机里看着挺好看的，你看这个天好蓝，在我手机里看。吭哧吭哧爬到顶层，东西两湾的风光和市区的全景确实一眼望到头，但那种指点江山的错觉还没维持3秒，就被海边的妖风给扇醒了。我早上出门我就说了，今天风大，你们能看出来今天风很大吗？能看出来吗？这就是我羡慕的退休生活。这次来防尘港，我真的觉得这边有好多退休老人，生活美滋滋，太幸福了他们。而且他们有很多朋友一起，我觉得到我那个时候，我都不一定能找到这种同年龄段的朋友了。像我们这种职业，就是接触的人其实蛮少的，哎，朋友也蛮少的。大家快来跟我交朋友呀！摄影师完美的和大爷结合在一起，他真的很像一个退休大爷。哎呦，不行了，逗死我了！其实防城港最不缺的就是海，从市区一路往西开，漫长的海岸线怎么看也看不完。我们刚刚开车从前面那条路开过来，这个地方还挺招牌的，很多人在那拍照。这个地方叫白浪滩，就是他们这边还挺有名的一个海边。我感觉这边大部分都是一些中老年人过来度假的，真的没有看到我的同龄人。说白了，我们是最年轻的。对，我们是最年轻的一组。我感觉虽然现在是冬天，但是这个太阳照在这个水里头，都可以下海游泳了。白浪滩的海岸线拉得极长，退潮后露出一大片极其细腻的黑沙，估计正是因为这层深黑色的底板，才把拍上来的浪花显得特别惨白。白浪滩这个名字大概就是这么来的，空气里裹着一股很重很原始的海腥味儿，黑色的沙滩一直绵延到视线尽头。这个沙滩可厉害了，我跟你们说，这个海它是有点点黑色嘛，是因为它含碳量非常高，就会有这种色泽呈现。而且这边的沙子就是还蛮有名的，可以有一种抗氧化，然后美白防晒的功效，所以这边的泰玉就比较有名。哎，这个泰玉容易让人联想翩翩。萨瓦迪卡。这边虽然是冬天，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在体验这种海上项目的。这个好。这个它那个轮子特别高，就是你冬天穿很多，坐在里面在海里玩也不会溅湿。真不错。我们又现在换了一个沙滩过来看了看，现在太阳已经下山了。这个沙滩叫什么来着？怪石滩这个沙滩。然后这边的停车的话是10块钱一个车，应该是不限时间的。我们刚刚就在前面就看到了它有10块钱收费，我们就想要不要找个免费的停车地儿，结果一直找都没有找到，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，结果也是收费的，被发现了，然后就过来管我们收这个停车的费用。这里没有平直海岸线，也没有细细的沙子，到处都是怪石嶙峋，是海浪积年累月冲刷而形成的海式地貌。但是这片海没有人，现在感觉被我俩承包了。我们今天在这逛了一天，都就是一直在想拍点什么的，感觉找不到什么有趣的拍摄的东西。这期视频应该会比较无聊。不是每天的生活都很丰富多彩的，每次都追求丰富多彩的生活，也挺累的，也不一定会达到预期。其实有很多时候都是这么平淡的。在海边待了许久，一直到夜幕降临，心心念念的那种挂着6台发动机的大飞，到底还是没出现。海天一色的大海满是平静，想想也是。那种乘风破浪的魔幻与刺激，本来就不是给我们准备的。防城港人是有钱的，靠山吃山，靠海吃海，但这边的吃法显然要比正常下海撒网捞鱼生猛得多。这里是标准的码头文化，硬是把这片地盘熬成了一锅极其魔幻的文化大杂烩。香港古惑仔的江湖气，东南亚的狂野奔放，
客家民俗都能在这片土地上找到踪影。码头文化从来不缺狠人，这里的人生哲学很简单：撑死胆大的，饿死胆小的。你这货又重又便宜，不错呀。那肯定，港货。香港吗？防城港。